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CWC Channel。在你更新完 iOS 18.2 之后，有许多的设定你可以来调整，把这些设定调整好，让你使用你的手机起来更方便。这一集所有的内容都分享在本频道的网站上面，叫 cwcchannel.com， 也欢迎你来参观。首先的一个重要设定就是预设的 App。举例来说，我这里有备忘录。里头有网站，点选它开启的是预设的浏览器 Safari， 但我现在已经可以更改成我常用的浏览器，例如像是 Google Chrome。设定方法，点选设定，来到最下方的 App， 上方出现了管理预设的 App， 这里你就可以更改你所喜欢常用的应用程式，例如像刚才的浏览器。我这里有 Firefox、Google Chrome 跟 Safari， 我常用的是 Google Chrome， 所以我可以点选。接下来我来开启刚才那个网址，现在开启的就是 Google Chrome， 因此现在浏览器你可以更改你所习惯的，这里的浏览器是你要先下载完成才可以来选择。除了浏览器之外，电子邮件，如果你常使用 Gmail 的话，也可以更改成 Gmail。通话过滤，那这里还有密码，我这里常用的许多不同的密码也都可以来选择变成预设的 App。 除了这个预设的 App 调整之外，这里我提供另外一个调整预设的功能。虽然这个不是 18.2 的新的预设功能，不过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预设是可以来调整的，那就是搜寻引擎。当你开启了浏览器，你可以来搜寻，如果你预设的搜寻引擎是 Google 的话，它就会显示的是 Google 的搜寻引擎。如果你有常用其他的搜寻引擎，像是 Bing、DuckDuckGo 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做搜寻引擎上面的修改。使用方法，点选设定，请来到了搜寻，这里就有搜寻引擎，选择你自己常用的搜寻引擎。如果不是 Google 的话，你可以更改像是雅虎、DuckDuckGo 或者是其他的。例如我现在选择了 DuckDuckGo， 我现在来做搜寻，一样的我来搜寻 Apple。 当我点选下去，我现在出现的是 DuckDuckGo 的搜寻引擎的结果。所以你有其他的搜寻引擎，你就可以在这个设定里头做更改。Email 电子邮件现在有新的分类，在更新完 18.2 之后，有出现了不同的分类。现在有一个设定是你可以针对 primary 主要的电子邮件来通知。举例来说，你的电子邮件常常有很多的广告信，我不想要知道那10个20个广告信的通知，我只需要知道主要电子邮件的通知。现在可以来设定，请到了设定，来到了 App， 接下来选择邮件，这里就有通知哦。对了，刚才的预设的 App， 你也可以在个别的 App 的设定里头来做更改，像是我的邮件，我可以预设的 App 改成 Gmail， 这是补充说明的，在个别的 App 也可以来选择预设。那这里要说明的是通知，点选通知往下滑，到最下面有一个叫做自定通知，这里你就可以选择你要主要的分类中未读的邮件的数量，在这个图示里头，还是要所有的邮件未读的都显示在这个数量里头。那如果你只要主要的，你就点选这个设定，把它开启，这样子只有主要的电子邮件才会显示。这个就是未读邮件在主要分类当中的重要设定。另外，如果你在邮件里头对于这一种新的分类并不喜欢的话，你可以把它取消掉。原本显示所有邮件的方式，设定方法，点选右上方3个小点点，右边有一个 List View， 选择它就会转变回原本的这一种显示的方式，选择自己喜欢的设定，分类的或者是全部列出的方式来自行调整。下一个是照片应用程式也有设定，当你在看影片的时候，例如说我这里有个影片，这个影片播到最后，它会自动的重复播放。现在又回到最前面，如果你不想要这种重复连续播放的这种设定方式的话，
你现在可以来调整成不要连续播放，点选设定，到最下面 App， 点选照片应用程式，在下面这边多出了循环播放影片，预设是开启。如果你不喜欢循环播放的话，点选关闭，这样子你在播放影片的时候，那我现在把影片播到最后面，结束，它就停止了，不会连续的播放。所以如果你不想要连续播放，在设定这里头，现在已经可以把它关闭起来。18.2 更新完之后，重要设定是有关于声音，请来到了锁定画面。如果你在播放音乐的时候，现在下方有音量的控制按钮，之前有这个功能，不过 iOS 18把这个功能取消掉了。那现在 18.2 透过设定也可以把它叫回来。使用方法来到了设定，辅助使用，音讯与视觉，往下永远显示音量控制，在锁定画面上显示耳机和内建扬声器的音量控制。这个开启的话，锁定画面的这一个音量就会跑出来。如果你把它关闭起来，回到锁定画面，音量控制就不见了。因此，个人建议把这个功能打开，这样子你在锁定画面的时候就可以很方便的来控制音量。现在在播放影片、音乐的时候，音量也可以控制在某一个程度。有时候你在安静的环境下，比如说像是电影院、图书馆，你突然看个影片，爆出声音吓到别人，这非常不好。这里有一个新的设定，可以去限制音量。使用方法回到了刚才的设定，这里有声音与触觉回馈，内建扬声器有音量限制的新功能。这里你就可以限制说你的播放时的音量要到多少。那这个功能是只有在播放影片、音乐的时候才有音量上限。如果是拨电话、FaceTime、闹钟、铃声或者是警报、寻找声音，都不会受到这个 20% 的限制。好，我设定完成之后，我来看一个影片。那现在即使我把声音调到最大，你看也已经到了最上限。那现在如果我来到了这个设定，我把上限调整成 90%， 我回到了刚才同一个影片，我现在声音的上限，例如现在我开启的状态下，就可以变得更大声了。下一滑可以到控制中心。所以现在你可以透过这样的设定来调整音量的限制。有时候你在播放音乐的时候，你想要播放到最大声的效果，那你使用的方法通常都是把这个音量调到最大。那事实上还可以把极限调到更高，那这个算是一个隐藏的秘技，不用到 18.2 之前的 iOS 就可以使用了。请到设定，来到了 App， 寻找音乐，点选音乐，里头有一个音讯，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等化器 EQ， 点选下去有很多的等化器你可以选择。如果你要放到最大声，你可以选择声叶，你可以播放音乐来试看看。当你播放音乐的时候，你可以来选择不同的等化器，这是比较小声，然后其他的选择看看。声叶是测试结果最大声的，所以如果你想要把你的喇叭播放到最大的声音，你可以来使用等化器里头的声叶功能。接下来你的手机如果是 iPhone 16 Pro 或 Pro Max 的话，你可以来设定右边的照相按钮，点选设定，相机控制，这里有 AE/AF 锁定的新功能，把它开启。这个是自动曝光以及自动对焦的新功能，所以我现在开启相机控制，上方这边轻点2下就好了，按住不放，它就会自动的锁定对焦和曝光。另外，相机控制按钮也有一个新的功能，一般情况下，在我们锁机的情形是无法去开启相机按钮。那现在透过设定，我点选一下，它就自动的开启。请来到设定，萤幕显示与亮度，相机控制需要开启萤幕才能开启相机控制。如果你开启这个功能的话，那代表的意思就是说，你锁定的情况下，并没办法直接开启。
像我刚才开启的设定，我现在点选一下，并没有办法直接的开启相机。我再点选一次，还是没办法，我必须要点2下才能开启这个相机的功能。那现在如果在设定里头，我把这个取消掉，不需要开启萤幕就可以来开启相机，关闭起来。在这种锁定萤幕的情况下，我只要点一下，它就开启了。好，最后一个有关于设定的是 AI 的新功能 ChatGPT 整合。那如果要使用 AI， 你必须要转换语言。我这里有一个捷径，你可以到本频道的网站上面来找到这个捷径的下载分享。点选下去，你就可以更换语言与地区。我就可以把中文换成英文。因为 AI 的使用目前还是有2大限制，第一个就是必须要是英文版，第二个你的手机要 iPhone 15 Pro 以上的机种才有支援。所以我现在的 Siri 的状态是已经成功的开启。来到了设定 Apple Intelligence and Siri， 往下滑，现在多出了 ChatGPT 的设定。你更新完之后，请来到这个设定好，你就可以很方便的来使用 ChatGPT。这个功能个人是建议不必要开启，因为它多了一个步骤来确认你要不要使用 ChatGPT。如果你开启的话，必须要先问你的请求才能使用 ChatGPT， 多一个步骤很麻烦，因此强烈建议这个是把它关闭。我先来示范看看，如果开启的情况下会是怎么样。Please show me the example of HTML code。这时候你会发现它会去问你要不要使用 ChatGPT， 所以就会多出了这个步骤，你还要点选下去，它才会去连接 ChatGPT， 很麻烦。那现在你只要把这个功能取消掉，那我再问相同的问题 ，Please show me the example of HTML code， 它就直接的连到 ChatGPT， 省掉一个步骤，非常的方便。好，以上就是 18.2 设定相关的攻略。希望这些设定的内容资讯对您有所帮助，也希望这些设定让你用起手机起来更方便。谢谢您的收看，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